嗨，大家好。明天呢是中秋节啊，这是中国人团圆的节日，相当于西方的圣诞节。今天呢是中秋前夕啊，就中秋节这一天呢，月亮最圆。虽然也有人说呢，15的月亮16圆啊，15呢就是中秋节这一天。无论是15圆还是16圆，都是寓意大团圆，希望大家生活呢也圆圆满满。最应节的食品呢，就是月饼。月饼呢，在中国南方、北方、东西南北中啊，虽然都是中秋的应节的食品，它每个地方的制作方法和口味呢，还是有些不太一样啊。我从小在上海长大，虽然上海呢也有现在已经成为主流的广式月饼了，但那个年代呢，我还是最喜欢有江南口味的苏式月饼。它不像广东月饼那么油腻啊，一般都是拿纸包的，里面呢有五仁、白果、果脯之类啊，也可能呢很多年没有品尝到，所以呢到了中秋前夕呢，还是有些怀念家乡的口味，苏式的月饼啊。而今天呢，我的夫人就特别贴心的，特地到超市去买来了苏式的月饼。虽然还没有吃啊，而且呢，到了一定的年纪啊，这些甜食吃多了也不利于健康。但是应节呢，吃一些还是完全应该的。所以呢，今天出来骑行啊，先消耗一些能量，回去呢就可以品尝一下啊久违了的苏式月饼。同时呢，也祝愿我的家人以及亲朋好友，还有呢就是观看我视频的朋友们，无论你身处何方，都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一家团圆，生活圆满，都有美好生活的每一天。
今天呢，就是因为明天中秋节嘛，所以就骑到外面来想看看这些街道上、马路旁，还有等一会儿说不定就骑到村庄里面有没有一些过中秋节的气氛？看看这样的传统佳节普通老百姓居住的小区、城中村里会不会有一些寓意团圆的摆设？谁知抽到街上呢，就遇到了下班的人流车流还有村内村外排队接孩子的车流。现在呢，已经骑行到了中运路上了。中秋的摆设就没看见马路上有很多卖西瓜的摊档，那西瓜呢也是圆圆的、红红的倒正好可以借来配合一下节日的气氛。现在骑进了一条村中的商业小街道，街旁呢也没有什么与往日的不同基本上就是普通老百姓过生活的一种模样只是这个村中的小路正在进行维护修建显得有些杂乱。到了这边呢，是有一个文普城公祠，是一个当地的文物保护单位看上去还不错，应该是当地的一个望族中医村莲塘里校友堂老人活动中心，还有一些很有特色的砖雕，这个不错对面的就是一个莲塘小公园，是当地村民，现在呢应该是街道居民的一个休闲场所。不知道晚上有没有中秋的活动或者村里会不会发一些中秋的礼品。
看来村里都在大兴土木啊，小街道上啊，施工的人力车来来往往的，应该说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啊、居民办一些好事吧。非常窄小的街道啊，这边还有一间以前保留下来的中医圣王庙，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这个应该也是以前保留下来的。边上还有卖香烛的。在这样逼仄的街道啊，城中村里，还能够保留一些先人留下来的文化的遗产吧，也算是不容易啊。我是完全在村里面瞎走啊，不知道方向，随意走走。这边这条路叫望楼港路，不知道通向何方，但是一边是往中运路啊，一边是一条树路。想着我就从中运村来的啊，我应该往相反的方向骑才对。看看那些并不宽敞的村道啊，也是拦着很多的栏杆。这边又见到一个公园啊，其实就是一个村头的小花园啊，但是这棵榕树已经长成参天大树了。这是一条树路，会不会就讲的这个村头这棵大树啊，这一条树，以这条树命名的道路。这边呢就有一个小学吧，准备放学了，一条树路20号育英小学啊，很多家长这边等待着孩子放学回家。这边呢就跟祈福景象有些不同啊，接孩子的家长呢都是开着摩托车、电单车来，不像祈福呢都是开着车来啊。这个地方到处都在施工啊。
没有看到有什么中秋气氛的装饰啊，导致村头呢挂了几面红色的国旗，可能应景吧。这边呢已经到了中山村党群服务中心了，应该就是以前的村委会啊。骑到这里呢，好像有种出村的感觉了。要经过一条很长的坡道。终于骑到了一条大马路上了。我感觉方向走反了，然后第一次从这条地道穿到马路对面去。居然这条地道里面还有值班人员啊，可能得为了晚上过路人的人身安全吧。但这条道真的什么时候建成的？建了多少年，我一概无知啊。今天是第一次穿越这条人行隧道。刚刚呢，就在左前方啊，有一条小路出来，那边是中村的第3村。但我呢，实际上想去中村里面看一看啊，显然我是走错了路，所以呢，我通过一条地下的人行道，来到了
这条路的对面啊，看看这前面有没有拐到中村去的道路啊。我知道这条路一直骑下去呢，就是信业大道正在修建的一段路。我呢应该在前面啊找一个 U-turn 的地方，向相反的方向骑行。这里路况比较复杂，我已经掉了头了。在四广路下穿过，向着中村骑行。方向应该没有错啊。这边呢是去中村里面的一条路。
左前方呢就可以看到中村大牌坊，这样的牌坊呢不止一个啊。而这边呢有个叫圣墩村的一个村庄，就在中村的对面啊。每个村呢，你看啊，都有自己的学校、自己的文化遗迹啊。我现在正对着呢是一个大祠堂啊，叫天南圣义祠。顾名思义呢，就是孔圣人的后代啊，在这边传承的一个祠堂，所以把孔姓的人呢称为圣义啊，就圣人的后裔。这个祠堂保护得相当不错，而且门前呢还有一个显墩村的舞台，门前还有一个蛮标准的篮球场，这个还真不错啊。那既然来了，就到圣墩村里面去吧，应该是。骑到村里呢，就跟刚刚中村那边骑进来的情况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老百姓的房子呢，尽可能的把地皮都用足啊，只留下一条窄窄的街道。这个街道呢，只能通一些单车、电单车啊，汽车是进不来的。穿行在这样的村庄里面啊，有没有一种三打祝家庄的味道？你外面来的人还真的摸不着头脑。哎呦我操他妈的！到了这边呢，就看到一组还算是宏伟的建筑物啊。建筑物边上呢是这个村的幼儿园。
此路不通。看来呢，又绕回到了马路上了对面呢就是中村公园了吧。显然这边呢是另外一个村庄，叫谢村和中村交界的地方。马路对面呢是一个大市场，应该是叫谢村交易市场吧。谢村综合交易市场，这边呢就是普通老百姓赖以为生的各类农副产品的集散地你看各种各样的蔬菜的商铺，很多人呢在这边采购食材，准备回家做晚饭了，非常有生活味道的场景。左侧呢就是谢村的大牌坊，虽然是新做的，但是非常的阔气气派进到里面呢就是谢村的村庄里面了。既然来了，也到里面去转一转吧。唯一能够感到一些节日气氛的呢，就是马路的两侧挂了不少的红灯笼但我不知道这红灯笼一直是挂着的，还是因为要过节了才拿出来的。这就是谢村一条街。一路骑过来呢，并没有看到什么节日的装点中秋节呢，应该是一个内涵的节日，是深藏在民间老百姓心中的团圆的日子所以并不是一个需要普天同庆的日子
这边呢是谢村小学，小学门前呢有一整排的灯笼。这里呢有一个张氏宗祠，我记得我以前来过，就保护的是很好的一个祠堂。门前呢还有一个广场啊。就是这些中秋节的传统啊，就跟这些先人一代代传承下来的祠堂一样啊，还是深扎在村民、当地百姓的心里。所以呢，有些东西是藏在心里就行了，不一定非得要张灯结彩。好，现在呢出了谢村啊，往中村的方向骑回去。对面呢是中村商贸城，跟这个谢村综合交易市场遥遥相对啊。总之呢，就是农村的一些产品的交易集散地。右侧呢就是中村的一个村民社区公园啊。现在呢，我就从这个中村的牌坊啊，骑进村去啊，
边上呢还有一个当地的商业中心。看来这条道路呢是中村的主干道了。街道呢虽然不宽啊，但是呢两边都还是停满着车，马路中间呢也是川流不息的车辆，电单车。马路两边的商店呢，基本上都是照常营业当中啊，最多的就那些手机、通讯。还有那些配件的商店啊。现在呢，我骑到了人民路上了。一般称得上人民路的呢，就是当地的一条主街。这边呢是中山公园啊，应该是中村的一个比较大的社区公园。我还第一次路过这里，到里面稍稍的来骑一圈转一转。这个公园呢还是非常的宽敞啊，但是没有什么绿地，倒是有一个很大的舞台。而这边呢也是一个法治公园，好像这个舞台上还可以放电影啊，我看有不少电影的海报。廉政长廊啊，老百姓可以先坐着一个长廊。
这条街上呢，最热闹的商店还是那些餐饮啊。我从人民路拐到了一个小街巷啊，虽然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走得通，但是我看到前方就是中医小学了。刚刚应该在这个小学门前经过的。发现又回到了这条中村人民路上。这边还有个医院，番禺区第5人民医院。所以这个中村啊，完全可以媲美北方地区的某些县城啊，基本上各种设施应有尽有。啥时候的？现在呢，已经来到了中运路上啊。
对面的就是大夫山公园的南门了。好了，我们现在往回走吧。看到学生们都放学，骑着单车回家了。我现在呢也从中村骑回祈福新村回家去。今天呢其实就是中秋节的前夕嘛。想想这些农村地带城中村，那些在这边住了好多代人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承的这些乡村里面应该能够见到一些中秋节大家庆中秋这样的气氛、节日的氛围但是呢，转了一大圈其实啥也没见着。无论是家里面照样忙活着一日三餐，商业街道上的商店呢，照样开门做生意甚至连一个哪怕是月饼形状的装饰物都没见着，难以想象不知道这些普通人的家庭会不会专门的中秋聚餐，吃个月饼，讨个好意头，彼此说些祝福的话。我猜大家还是过普通日子这些形式的东西呢，大概要去到更热闹的街区、商业地带才会作为一种促销的方式布置出一些气氛来。而普通的老百姓呢，还是专注过他们的日子即便是中秋节，也跟普通日子没什么两样。让每一天的日子呢，能够过得平顺丝滑，我相信这就是普通人家的最大的愿望了所以今天呢，也是借着这个鹰头由头，来到了久违的中村街道还拐到了谢村里面，感受了一下老百姓的生活呢，一切如旧泰國店就便宜米啦，500塊買。
好，从这边呢过马路啊，就可以骑回到祈福新村里面了。马力120段甘恩小仓。骑到了祈福新村的村口啊，这里呢依然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场景。好了，我已经进村了。今天中秋前夕的中村谢村骑行之旅结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一次骑行再见，拜拜。